合葬？他们已经离婚20多年了，凭什么合葬在一起？这是我爸的意思。他的意思？这是爸爸生前立的遗嘱，律师在我和哥哥回国后交给我们的。你也看看吧。最后一页是财产分配，我爸名下所有保险的事故受益人都是我和我哥，还有他的基金和股票是在和您婚前购置的，这部分属于我爸个人资产，他也指定给我和我哥。那家里呢？我们住的房子？至于家里那套老房子，我爸把属于你的50%分给你，但另一半你需要按照市场价格补偿给我们。当然，你也可以卖掉房子，分给我和哥哥一半房款。妈，我和乔乔拿到绿卡了，等事情处理好以后，我们不会再回国内。今后您照顾好自己身体。你们怎么可以这么对我？40岁了还像老黄牛一样加班，这该死的内分泌失调！滚！诈骗死盘匠！请问是温妍女士吗？夜钓的人在西山水库发现了一具男尸，身上找到了林宇洲的身份证，请你尽快赶去现场配合处理。林宇洲，接电话啊！林宇洲，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。林宇洲，真的是林宇洲！温女士，事情已经发生，先随我们回警局协助调查吧。经过现场勘查、尸检和监控调查，已经排除了他杀可能。法医在死者体内检测出酒精成分，认定为酒后意外溺死。我因悲伤过度，在 ICU 抢救了数天。出院那天，我回到了我们的家，这套房龄30多年的二手房，是我结婚第2年用爸妈给的嫁妆钱买的。套内不到80平，挤过5口人。为了供2个孩子出国，为了给患有慢性衰竭的婆婆交透析费，我一省再省，总想着一切都会好的。可最后才发现，我只是个被利用的工具人。林宇洲名下的房子，3晚，自你2年前病故，夫每日都如置身炼狱，如今孝道已尽，儿女也已成才，愿皇权毕落，与你再续前缘。林一舟，我要去刨了你的坟！谢师宴，我回到了10年前。林教授，不愧是大学教授啊！2个孩子学费全免，还拿了6000块奖学金，真是名师出高徒。哪里，是孩子们自己争气。温妍，你还真是有福气，当初名声烂成那样，都能嫁给师哥这样的好老公，没有子宫不用经历生产之苦，就能白捡这样一对优秀的儿女，真是羡慕死别人了。何妍妍，林宇洲的学妹，现在的同事，当年暗恋林宇洲多年，却被闺蜜桑婉捷足先登，为此意难平了半辈子，最爱拿我的伤疤当谈资。你说你怎么这么好命？我听说10年前你爸倒贴一套房子都没办法把你嫁出去，谁能想到师哥这么没眼光，那么多女人追他，他偏偏选了你，真是没处说理去。少爷时，为了孩子的前途，为了林宇洲的脸面，我忍气吞声，低眉顺眼，但现在都不重要。是，我就是有这样的福气。何冉嫣，你嫉妒我嫁给林宇洲啊？要不我把这福气让给你，成全你暗恋他10几年的这份心意，也省得你3天2头在我面前蹦跶，暗戳戳说我配不上他。温妍，你疯了！你乱讲什么？我乱讲？你发给林宇洲的那些暧昧信息，
你缠在他身上含情脉脉的演，你当我瞎啊？你每次都故意提起以前我被人毁灭的那些破事，不就是想让我难堪吗？你胡说什么？是啊，我是被人猥亵过，还被人摧残重伤，导致摘除了子宫。可即便是这样，也是他林宇舟上赶着来娶的我。你看不惯就去找他去。今天是什么日子？你当着亲朋好友的面提这些陈年往事做什么？我说什么了？每次都是他先来挑衅我，你眼瞎看不到吗？你干什么？疼！嫂子，林教授，实在不好意思，我刚突然接到公司电话，有点紧急事情处理，我和婉婉先回去了，有时间再登门拜访。你轻点，大家都看着呢。这林夫人今天是怎么了？这么大的事儿怎么能当众说？没戳到痛处了呗。不过林教授这名声，怕是要受累了。温言，你过去的那些事虽然没人说什么，但也没必要在大庭广众之下拿出来炫耀吧。更何况你现在的身份是宇舟的妻子，你提这些事，让他脸面往哪里放？你是想让大家都觉得林教授娶了个……就算你不考虑宇舟，你也该考虑考虑孩子。小泽和乔乔还叫你一声妈，你当众说自己被猥亵没子宫，你要他们以后如何跟同学们相处？补偿一半房款给我们。我和乔乔拿到绿卡了。哼，他们亲妈又没死，我何德何能做他们妈妈？等他们亲妈哪天死了再说吧。温言，你怎么能说这种话？宇舟，你看温言，适可而止，别闹得大家面子都下不来。你有什么脾气，回家再发，别在这里丢人现眼。回家，那才是地狱的开始。而这一次，我要拉着你们所有人一起下地狱。林教授，来，别光顾着和嫂子说话呀，我们正等着向你请教教育孩子的方法呢。就是啊，我家那小子考试经常不及格，愁得我头发都白了。林教授，你和我说说，你们平时咋和孩子沟通的？教教大家伙。其实也没什么秘诀，主要还是耐心。走，我们去那边聊。离婚，远离这群昌鬼，去过自己的生活，本是最好的选择。可一想到前世被他们算计到死的惨烈，凭什么？他们骗了我一辈子，想让我这么轻易放下仇恨，绝不可能。林教授，您家两个孩子太争气了，今天就到这里吧，改天一定再跟您取经。您过奖了，今天招待不周，下次来家里做客啊。温言，你自己不想要脸，我们还要呢。你是生怕别人不知道你婚前的那点破事儿，非要闹得人尽皆知，是不是？故意给两个孩子抹黑，你安的什么心？你以为那些是什么光彩的事儿？本来你那种名声还不能生育，就算你是头婚我都看不上。当初要不是看你爸倒贴房子的份上，你这种破鞋哪里配得上我们宇宙？妈，我不是说了不许再提以前的事，你又提这事儿做什么？看着眼前这个身体健亮、中气十足的婆婆，我竟觉得有些陌生。现阶段的她还没诊断出患上慢性肾衰竭，自然不需要处处讨好我、哄着我。爷爷，水。妈，医生说了，这小时你只能喝50毫升水，多喝一点，心脏负荷就受不了。妈，妍妍照顾你，我最放心了。我学校还有个研讨会，今晚不回来了。你能不能快点？冻死我了！你是不是诚心想冻死我，好霸占我们林家的家产？林太太，又是你啊！这7、8年了，每个礼拜6雷打不动，你家林教授真是有福气。应该的。宇宙，妍妍是个好媳妇，你要对她好。妈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不辜负她。
说你是破鞋都抬举你了，还想让我们对你感恩戴德？呸！林宇舟，这就是你说的孝道已尽，那是老娘帮你尽的孝。整整8年，我像条狗一样伺候他，最后却换来你们合葬的背叛。妈，我不是说了不许再提以前的事，你又提这事儿做什么？你怕什么？这种名声烂透的女人，也就我而人意。温言，你给我听着，以后在这个家，你少给我摆脸色。妈，您现在这么有力气骂人，真好。希望您几年后还能有这样的好体力。妈，您刚才说谁不配？如果不是我当年受伤导致子宫被拆除，在这江城，你以为我这种家世能看上你儿子林宇舟？你以为你儿子是个什么好德行？林教授，你那个教授职称怎么来的？你自己不清楚吗？那是水来的。当初如果不是我爸跑断了腿，求爷爷告奶奶，找了圈内顶级的同行专家写推荐信做备中，你现在还在讲师岗位上苦苦挣扎呢。穿着我爸给买的西装，住着我爸贴钱买的房，吃着我辛苦赚来的粮，你们哪来的底气在这嫌我？别他妈当了婊子，还想立牌坊！你这个疯女人，你竟然敢这么跟我说话！文言，你今天是不是吃了枪药了？不就是因为刚才何妍妍说了你2句吗？你至于把全家人都拖下水吗？你犯得着在这儿发疯吗？我今天就是吃了枪药了，你能怎么着吧？林宇舟，你要是觉得这日子过不下去，大可以现在就滚，别在这跟我吆五呼六。今天是我和哥哥的升学宴，是我们最光彩的日子，你为什么要提你被人猥亵的那些破烂事？你非要闹得人尽皆知是不是？你让我以后在同学们面前怎么抬头？人家会怎么看我？说我有个被那种男人碰过的妈。你为什么总是处处扫人性？你就是见不得我们好是不是？你要让我怎么抬头？抬不起头，林晓，你在同学面前抬不抬得起头跟我有什么关系？你总说我让你丢人，我还没嫌你长得又丑又矮，鼻孔朝天，带出去让我在同事面前丢人呢。你看看你哥比你好看多了。你居然嫌我丑，你这个不下蛋的！看什么看？你自己照照镜子，哪一点像林宇舟？你这副鼻孔朝天的模样，跟你奶奶像了10成100。带你出来参加谢师宴，我都怕别人问我是不是家里基因变异。你这个毒妇，你连孩子都骂！文言，你太过分了！别追了，有空多教教他怎么做人，而不是怎么做鬼。林夫人，您怎么一个人先走了？林教授他们怎么走路的？不看道啊？谁？老实点儿，再动弄死你！啊！你这个臭婊子！妈的，晦气的东西，敢踹老子！我让你这辈子都做不了女人！妍妍，你在哪儿啊？妍妍，妍妍，你在哪儿啊？去那边找找。爷爷！医生，我女儿怎么样了？命保住了，但是腹部遭受重创，子宫严重破裂，膀胱也有损伤。为了止血保命，我们不得不摘除了子宫。护士，我自己来。你躺着别动。妍妍，吃点鱼补补身体。爸，那个男人判了吗？10年，虽然判了10年，但他毁了你的一辈子。温言，这只是人生的一场意外，你依旧很优秀。我不完整了，
我连生孩子的能力都没有了，谁会要一个残废？对不起啊，同学，你没事吧？别碰我，别靠近我！怎么连这点小事都做不好？这本存在与虚无很难懂，但并不代表它放不回原位。我叫林宇洲，是新来的助教。你看起来脸色不太好。林老师，你别对我这么好，我跟别的女孩不一样，我发生过那种事，我这辈子都不能有孩子。文言，在这个世界上，灵魂的契合远比身体的残脆重要。如果一定要有孩子才能证明爱，那这种爱未免太廉价了。你是干净的，也是最美好的。如果你愿意，让我来做你的光，照亮那些黑暗，好吗？在那段暗无天日的时光里，它就像是一道光，劈开了我生命里的阴霾。我以为它是我的救赎，是我余生的灯塔。文言，你这盐是不要钱吗？小泽还要长身体，你想咸死他啊？妈，我按您平时的口味放的，那我下次再少放点儿。乔乔，妈妈买了你最爱吃的排骨。行了，少在那儿装慈母。要不是我儿心善，不嫌弃你名声烂，你能有这安生日子过？玉州，妈今天又跟乔乔说那些话，孩子还小，这样对他性格不好，而且我的身体……妍妍，妈年纪大了，思想封建，你多体谅。在这个家里，只有我最懂你的苦。虽然你不能生育，但我从未后悔娶你。咱们是一家人，忍一忍，一切都会好的，对吗？就是因为这些虚伪的温情，我愿意在婚姻中竭诚付出所有。即使婆婆刻薄，即使继子继女在挑唆下时常和我作对，我依然珍惜这段婚姻。又是这东西，我就说是佛祖显灵了。你看小泽和乔乔考得多好，这是大功德大福报。妈，您从哪儿弄来这么多毒蛇？这万一爬出来，家里人怎么办？快处理掉！处理什么？这是我要带孙子孙女上山去放生的，这叫积德，你懂个屁！妈，放生你买点鲫鱼、乌龟也行啊，蛇太危险了，咱们去买鲫鱼吧。你这败家娘们，放生过的动物以后就不能吃了？鲫鱼我还要留着炖汤给孩子们补身体呢，我能放生它？这蛇我又不吃，放了正合适。哼，我去公园逛逛，在我回来之前把饭做好。快后退！这全是银环蛇，剧毒。这可是国家2级保护动物，一条就能要人命，你居然弄了10几条。文言女士，你这属于非法买卖野生动物。虽然你是来上交，但这种危险行为必须严肃处理。签了它，以后再敢搞这些，直接拘留。对不起，警察同志，是我没看管好，我这就签，以后绝对不会了。你这个丧门星，你坏我修为！我那是给孩子们求福报，你竟然叫警官把龙种抓走了，你安的什么心？你就是见不得我儿子好。这事我不插手，你们想要的福报自己去领。宇宙，别睡了，快去把泽和乔乔喊起来吃早饭。快点啊，等会儿我还要带2个孩子去山上放生，那可是我好不容易弄来的灵物。妈，你能不能消停点儿？大早上的搞什么封建迷信，让同事看见了，我这教授的脸往哪放？我懂什么？你这个教授怎么当上的，你心里没数。要不是当年我天天去庙里求佛祖保佑，你能考得上大学？还有这2个孩子，高考成绩这么好，又是学费全免，又是奖学金，你以为光靠努力就行了？这都是我求佛祖保佑的，今天必须去还愿，把那些龙种放回山里。行了行了，随你的便。林泽、林乔，快点儿！
小泽多吃点儿，等会儿爬山有力气。瞧瞧，这个奶黄包是你的。奶奶，那篓子里的蛇真的能保佑我以后？那当然，这叫灵气回流。要死了，摔给谁看的？师傅，去管理局，快点。您好，请问办理什么业务？查一下我爱人名下的不动产登记。您先生名下确实有一套房，面积230平。哪年的登记？登记时间是3年前，正好是6月份。3年前6月，正是桑婉回国的年份。房子状态呢？有抵押贷款吗？原本是有贷款的，但是显示2个月前这笔抵押贷款已经刚刚全部解除。200多平的大平层，还在黄金地段，您先生可真是大手笔，能一口气提前还清贷款，实力不一般啊。是啊，实力是不一般。2个月前还清，林宇洲，你是怕死后留个贷款给我，还得让我顺藤摸瓜找到这套房子是吗？林宇洲，你逼我的。我出资买的房，你算计着要分一半，我省吃俭用供孩子留学，给你妈透析，你却背着我在外面买了6、700万的豪宅。师傅，麻烦把空调调低点，太热。大妹子，去公司上班啊？看你这脸色不太好，现在的公司也真是老让你们这种老员工卖命。不是公司，是家里养了条白眼狼啊！这师傅，你说一个人要多缜密，才会把保险受益人全填子女，把几百万的房产藏得滴水不漏？那这心眼子可够深的，这是防着枕边人的吧？防得越死，最后摔得才越惨。总算开完了，这次甲方要是再改，我真要掀桌子了。温言，你今天状态不错啊，雷厉风行的。工作而已，走吧，回去把机要发我。妈，你快救命啊！你抓紧过来！奶奶在放生的时候被毒蛇咬伤了。她现在全身发青，已经疼晕过去了。我拖不动她，我真的拖不动她。你们在哪儿？我们在南郊半山腰处，就是上次爬山野餐的那块大石头旁边。妈，你快来啊！走开！你们这畜生走开！别爬过来！救命啊！妈，你在听吗？你快说话呀！你能不能快点过来？快来救救我跟奶奶！佛祖不是在保佑你们吗？怎么，现在求到我这破鞋头上了？既然你们有佛祖保佑，那这种时候，想必佛祖也会显灵，护你们平安无事的。小泽，你先别慌，妈妈现在人在外地出差呢，远水救不了近火。外地？对，听妈妈的话，你还是尽快去联系你爸爸，或者直接打120救护电话，别耽误了。妈，我打的是您办公室的座机。小泽，妈妈正要跟你说呢，我是说我马上就要出发去外地了，出租车已经到楼下等着了，司机都在催了，真是来不及了。先不跟你说了，你自己快想办法。在那儿，大石头后面，快！救命！蛇，到处都是蛇！快看！是银环蛇，看这伤口深度，咬了好几口，毒液量太大了。求救电话是3个小时前接到的，怎么拖了这么久？这毒液已经进神经了。我打给妈妈，她说她不在。怎么回事？我刚开完会，妈和小泽怎么会出这种事？温言呢？他人死哪儿去了？我不知道，我肚子疼没去。哥给温言打过电话，可他根本没来。
哪位是家属？我是病人的儿子和父亲。病人送来的太晚了，那个孩子还好，咬在腿上。发现时虽然已经视力模糊、言语不清，但打了抗毒血清后命暂时保住了。但是那个老太太，她被咬了至少4、5处，全部是深层咬伤。银环蛇是极毒的神经毒素，3个小时的黄金救援时间全耽误了。奶奶的腿怎么烂成这样了？医生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这是蛇毒导致的局部组织坏死，因为毒液停留时间太长，引发了严重的感染和溃烂。现在的抽搐是神经受损的后遗症。老太太年纪大了，送来时已经错过了最佳清时间。现在伤口周围的肌肉已经开始发黑变硬。昨天清创的时候，老太太虽然在昏迷，但肌肉组织已经像坏掉的棉玉一样，一碰就掉。这种坏死是不可逆的，后期的肌肉基本会彻底烂掉。就算命保住了，这双腿想要再站起来，怕是难了。那小泽呢？他才18岁，他马上要上大学了。乔乔，你帮我按脚，我感觉不到他了。哥，我一直在按啊，你的腿都是温的。不对，我觉得那里空了，我使不上劲。别乱动，你被咬的那条腿现在出现了肢体麻木和肌肉无力，这是神经毒素的典型症状。我想看看书，可我看不进去，这些字怎么都在跳？我记不住。我刚才想背个单词，可是一转眼就忘了。瞧瞧我是不是傻了？林教授，我必须提醒你，银环蛇毒最可怕的不是外伤，而是对神经系统的长久摧毁。这孩子会出现记忆力减退、注意力难以集中，还有长期的睡眠障碍。他成绩那么好，他还要考上最好的大学，以后还要出国。还不止这些，他的肝脏和肾脏也检测出了不可逆的损伤。这些伤害对于一个即将面对高强度学业的名牌大学生来说，无疑是致命的。佛祖救我！温言，你还知道回来？这3天你人死到哪里去了？为什么打你电话永远打不通？小子在山上被蛇咬了，第一时间给你求救。如果你能带救护人员及时找到他们，他们至于耽误3个多小时吗？你知不知道这3个小时意味着什么？医生的诊断书就在那儿，后期肌肉坏死，记忆力衰退，这都是因为你没及时赶过去救他们。怎么会变成这样？我走的时候家里还好好的。好好的？你现在还有脸装无辜？我是被公司临时派去外地处理紧急问题了，我刚到那边手机就被偷了，人生地不熟的地方，我怎么会知道家里出了这样的天大事？我一忙完就往回赶，连觉都没睡，你一见面就这么吼我。不对，林宇洲，我有件事一直没想通。小泽给我打电话的时候，我虽然信号不好，但我听清楚了，我明明叮嘱他让他赶紧联系你。你是他亲爹，既然出事了，你难道没有第一时间赶过去吗？你接到亲儿子的求救电话后，为什么没能及时出现呢？我那天在跟校领导开会，手机关了静音。开会能比你亲妈和亲儿子的命还重要？你到底是怎么做爸爸的？林宇洲，病床上躺着的，一个是你亲妈，一个是你亲生儿子。他们命悬一线的时候，你这个当儿子当老子的在哪儿？你居然还有脸在这儿咆哮，把责任全推到我这个所谓的外人身上。妈，你别说了，爸也守了好几天了。你闭嘴！你说，你当时到底在做什么？有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，能比去救亲妈和亲儿子更重要？我没有怪你的意思，只是你突然消失3天，我也担心坏了，急火攻心才乱了方寸。好了，事情既然已经发生了，再多说这些也没意义。温言，
你既然回来了，就赶紧接手。你留下来照顾妈和小泽，我这身衣服都臭了，我得回去换件衣服。不行。你说什么？我说我不行。我公司堆了一大堆事情要忙，为了赶回来，我已经请假太久了。等会儿我还要赶回公司处理报表。你居然要走！奶奶还瘫着，我哥还没醒呢，你还是不是我妈？医院这边既然忙不过来，那就直接花钱请2个金牌护工吧。术业有专攻，人家照顾的比我细致。请护工？你知不知道妈后续复健要花多少钱？小泽的神经修复药又是多少钱？你现在居然跟我谈请护工？那是你的亲人，钱没了可以再赚。既然你心疼钱，那你就自己留下来守着。反正教授的工作比较清闲。好。蛇出来了！救命！别爬过来，他们在树叶里。妈，快把窗户关上！快关上！你没看到我哥受不了吗？为什么还要开窗？屋里药味太重，得透透气。小泽这状态，连觉都睡不踏实。温言，你看看能不能去买点隔音棉，把窗户封死。真可惜，原本这个时候你应该在准备开学典礼的。妈，我记不住东西了，那些公式一闭眼全是花纹。可能是佛祖觉得你太聪明了，想让你歇歇。温言，你在说什么风凉话？我哥都这样了。我说的有错吗？奶奶放生的时候可是口口声声说那是灵物，能保佑你们前程似锦。够了！你以前对她比对自己亲生的还亲，现在她遭了难，你就这种态度？你也说了，那是以前。林家那小子废喽，当初多风光啊！曾经，我是真的想把你们当亲生骨肉疼的。至于你现在这样，要怪，只能怪你奶奶的佛祖，根本就没保佑你们。儿啊，进了这所学校，今后就前途无量了。咱们全家的希望都在你身上了。妈，你放心吧，我肯定好好学。前世，我也曾带着满脸自豪，在这里为林泽跑前跑后。林泽妈妈，这孩子可是咱们这届招进来的尖子生啊，全市前几名的成绩，不仅3年学费全免，还有高额奖学金。这病真有这么严重？主任，我也想让他来上学，可他现在的状态，别说拿笔写字了，连看到学校门口的绿植都会惊恐尖叫。医生说是创伤后应激障碍。可惜了，真是太可惜了。既然身体不听使唤，那就先养着吧。休学1年，名额我给他留着，希望他明年能好起来。拿好这个，这孩子是棵好苗子，千万别废了。谢谢主任，给学校添麻烦了。小泽，你试着看一眼这个数学题，就一眼，你以前3秒钟就能出答案的。别逼我了，爸，那些字在爬，他们像蛇一样在纸上爬，我记不住，我什么都记不住了。你就打算这么烂在地下吗？你是林家的骄傲。办好了，休学1年。休学？休学？那哥哥不就留级了吗？他在班里还有什么面子？不休学，难道让他每天在教室里尖叫打滚，给你们林家争慌吗？妈，我是不是再也回不去了？我完了，我这辈子全完了。这也算是我能为你做的最后一件事了。请坐。卖房，南郊老纺织厂那套。纺织厂宿舍那套？哎呦姐，您这可是黄金地段啊！
没错，那片对口的小学和初中都是省重点。女士，要是挂出去，起码这个数，保底55万，遇到急着给孩子办入学的60万，也不是没可能。不挂60万，那挂58万，先看看市场反应。挂30万。姐，您刚才说多少？30万？对，30万。女士，您这是开玩笑吧？这可是腰斩啊！您这不是卖房，您这是扶贫啊！您知道这中间差了多少钱吗？30万啊！我知道。那您还……我已经指定好了买家，我会把房源挂在你们这儿，手续费照给，但你们只需要走个流程，让成交价停留在30万。妍妍，出院手续办好了吗？医生说妈明天就能走。这老太太在医院早就待烦了，一直闹着要回家吃你做的手擀面。出院手续我没办，我是来办住院的。这是我的单子，住院押金3万，你把卡给我刷一下。住院？你要住院？文言，你是不是存心的？明天妈就要出院了，她现在腿脚不便，后期还要复健、擦身、吃特级营养餐，全家人都指望着你呢。你就非要在这个时间点住院吗？那我妈出院谁来照顾？你冲我吼也没用，我最近老是咳嗽，胸口疼的睡不着，刚才拍了 CT， 肺部查出一个结节。哼，结节？现在谁没个结节？这玩意儿又死不了人，至于要动手术？医生建议立即手术，因为结节压迫到了气管，导致我呼吸不畅。林宇洲，你是想让我这个肺病患者带病去伺候你那个瘫痪在床的妈吗？前面的家属快点交交费，后面还排着队呢。哪怕再等半个月呢？等妈的情况稳定了你再切不行吗？医生说越早切除越好，万一恶变了，你负责吗？上一世我为了照顾你妈，硬生生拖了3个月才去做手术，这一世我1分钟都不会多等。行，温言，你真行，拿去刷吧。我是心疼你身体，才没拦着你。希望你手术顺利，早点出院。喂，月月，你现在放暑假在家吧？姐，我在呢，怎么听你嗓子这么哑？姐在医院做了个小手术，你这几天能不能过来陪陪我？姐夫学校忙，照顾不过来。什么？动手术了？行，姐你等着，我收拾一下，马上打车过去。姐，医生说你还得禁食1天，等排了气才能吃点流食。瞧你这小脸，白的都透光了。辛苦你了，月月，大老远跑过来。跟我客气什么？姐，快中午了，我去楼下食堂弄点吃的，顺便给你打壶热水。你有事按铃啊。去吧，慢慢走，不急。妍妍，醒着呢，感觉怎么样？还行，就是没力气。月月刚下楼吃饭了。那正好，趁这会儿清静，妍妍，你帮我个忙，把这几份东西签了。这是什么？我现在头晕的厉害。就是一个老同学，以前带过我的那个，他最近失业了，现在转行在做保险业务员，日子过得挺惨。我寻思着咱们夫妻俩办几份短期保险，价格不贵，都是1年期的险种，100-200块钱一份，就当做个人情。月月待会儿就回来了，咱们快点办完，别让人家小姑娘觉得咱们家事儿多。保险需要我的身份证件吗？我都准备好了，你就在末尾处签个字就行，剩下的细节他那边会去补勤办好。来，妍妍，看着镜头，为了合规，得录个本人签字的视频，你就签在这儿，快。瞧我这记性，光顾着吃饭，手机都忘拿了。姐夫，你这是干什么呢？什么东西这么紧急，非要这时候让我姐签字？你看我姐都虚弱到晕乎乎的样子了，她现在能看清签字的内容吗？万一签错了怎么办？拿来，我先帮我姐看一看。瞧我这脑子，真是忙糊涂了，光想着帮朋友完成那个保险任务。
我都忘了你姐刚动完手术，现在脑子肯定不清楚。行吧，那就不急了，等过2天你姐恢复了，再签字不迟。姐夫，你这反应也太大了点吧？你该不会是在这里边夹杂了什么贷款文件之类的，想趁我姐病着骗她签字吧？你胡说什么？你也是读过大学的人，说话怎么这么没有教养？这种玩笑是能乱开的吗？简直莫名其妙。我有事先走了。月月，姐，我刚才真没开玩笑，他那个样子真像是要把我吃了。对不起，让你受委屈了。姐夫他这段时间压力大，脾气变得有些怪。压力大就能随便骂人没教养，他还是个教授呢。姐，你没看他刚才那个眼神，跟要灭口似的，吓死我了。别跟他一般见识。快，这都1点多了，你还没吃午饭呢，赶紧下楼吃点热乎的，姐一个人能行。行，那我先下去。姐，你有事一定按铃，别硬撑。切口愈合的不错，今天可以尝试下地走动走动了。医生，他这刚做完手术能行吗？适当的活动可以帮助恢复，去楼下花园溜达溜达，别走太快就行。好，谢谢医生。姐，听见没？咱们得动动。姐，你说姐夫这2天到底在忙什么？除了昨天那个古怪的签字，他都没怎么露面。他学校事多，事儿再多，老婆动手术也是大事。我昨天回来越想越觉得他那几份文件有猫腻，他那个反应明显是心虚。月月，有些事眼见为实。走得有些累了吧？咱们在假山后头这长椅上歇会儿，这儿阴凉。我不是说了，我晚上会过去，你大早上跑医院来做什么？我一想到你炖了2个小时的鸡汤是给那个女人喝，我心里就不舒服。她哪里配你对她这么好？都30多岁的人了，怎么还像小女孩一样胡乱吃醋？傻瓜，只要我去你那儿，哪次不是我做饭又炖汤？我恨不得把你捧到天上去。现在她生病，我不过是过来送2次饭而已。汤吗？这可是我托人从乡下带的老母鸡，专门给你补身子的。你换个角度想想，你也不想他一病不起，对吧？他要是病倒了，我妈现在还躺在床上，谁来管？家里的家务谁来做？2个孩子马上开学了，谁来照顾？这些脏活累活，难道你想亲自上手？我才不要！我看到尿盆都想吐。所以啊，让他快点好起来，那是为了咱们的清静。不然，你要是真舍不得我，干脆你和我复婚，我立马让他滚蛋，你看行吗？还有你那个妈，那脾气全僵成，谁能受得了？她现在又半瘫在床，吃喝拉撒都要人伺候。我这双手是用来弹琴拿包的，哪里会照顾人？我还是比较享受咱们现在的这种关系，住着大房子，又不用为彼此负责。都依你，只要你高兴，怎么着都行。对了，正事办得怎么样了？你昨天不是说要把咱们现在住的那套房子转到我名下吗？那个赠与协议，你骗他签了字没？没呢，别提了，眼看就要签了，结果被他表妹那个臭丫头闯进来给搅黄了，简直是半路杀出个程咬金。其实那协议就算不是他本人签字，我也能找人把程序走完，只是万一哪天他查到房产局去，真要打起官司来，这签字到底是个漏洞。为了保险起见，我再找机会骗他签一次。行，你林大教授办事，我向来是100个放心，我等着就是了。既然他还没签字，这汤他也别喝了，我先来替他尝尝你的手艺，正好我这会儿早饭还没吃呢。这汤还烫，你小心点。怎么这么淡，还这么油，简直一点味道都没有，难喝死了。
我是无福销售这种味道的鸡汤。我看啊，这种没滋没味的东西，还是送给你那个好老婆喝吧。他刚做完手术，医生交代了饮食要清淡，所以我特意没放盐。晚上我重新去给你熬一锅野山珍排骨汤，那个鲜。这还差不多。那这桶汤，你真打算给他送上去？总得做做样子。他现在对我有情绪，不见见不行。你先在楼下等我，我把鸡汤送上去应付一下，马上就下来送你回去。那你快点，我可不想在这一身药味的地方多待。姐，你听见了吗？你听见他们说的话了吗？他怎么敢？他怎么能这么对你？月月，别哭，你看这阳光多好。姐，你别这么想，我害怕。你骂出来啊，你哭出来啊！我想替你去杀了这对狗男女。月月，死是这世上最简单、最解脱的事儿。杀了他们，你这辈子就毁了，他们反而能合葬在一起，名正言顺。那怎么办？难道就这么看着他们逍遥快活？逍遥快活？不，我要让他们活着，一点点看着自己拥有的一切烂掉。我要让他们活着受折磨。妈呢？怎么不在屋里？妍妍，你刚动完手术，身体虚，我想着妈现在半瘫，照顾起来太累人，就暂时把她送去北郊那个疗养院住几天。你先安心歇着，等过段时间你身体彻底恢复了，有了精神，咱们再把妈接回来。你考虑的真周到，为了让我休息好，真是辛苦你这个当儿子的，亲自动手送妈去疗养院了。温女士，好消息，您挂的那套房子有买主了，对方非常有诚意，说是只要手续齐全，随时可以全款过户。什么买主？温言，你在卖房子？好，我知道了，明天下午我去门店面谈。温言，你疯了吗？谁准你自作主张卖房子的？这房子卖了我们住哪里？妈接回来住哪里？两个孩子开学住哪里？你要让我们全家流落街头吗？别急啊，我这不也是为了全家人考虑吗？妈现在半瘫了，需要单独的康复间。小泽和乔乔也大了，还挤在那个不到10平米的小间里，像什么话？我准备换套大点的房子，毕竟一家5口一直挤在这个破破烂烂的老房子里，实在太挤了。你这个当教授的带同事回来也不好看，对吧？温言，你说话轻巧，换房？咱们手里哪有那么多钱换房？妈现在的身体情况你最清楚，后期全是无底洞。小泽的腿也要定期复健，医药费、营养费哪一样不要钱？处处都要用钱。这套房子不过是旧了些，但是这里位置好啊，出门就是菜市场，去医院连车都不用开，走几步就到了。为了妈和小泽，住在这里是最方便的。你折腾什么卖房？我是没有钱，这么多年家里的大开销、小人情，全是我那点工资在填。但你那儿不是有吗？林大教授，你评上正教授职称都多少年了？每年工资加课时费津贴起码20多万。这些年家里的水电煤气、妈的透析费、孩子的学费，你1分钱都没掏过。20多万攒到现在也是笔巨款。你不要告诉我你手里1分钱都没有。是有那么点儿，但是我手里的钱全都买基金和股票了。现在的行情你又不是不知道，都被套着呢。这钱一时半会儿我也拿不出来。哦，全都买了基金和股票？既然你说手里的钱全都买了基金和股票，那具体的投资明细我需要看一下。你看那些干什么？你又不弄这些，看了也看不懂。毕竟这部分属于夫妻共同财产，我想我有权利核对一下你这些年的投资金额，看看和你这些年的总收入到底对不对得上。温言，投资这种事变数很大，今天涨明天跌的，你一个外行看了除了添乱还能干什么？我是看不懂股票曲线，但我看得懂存单上的数字。你这些年赚的钱都去哪儿了？
总得有个交代吧？我都说了被套住了，你现在翻这些账，是不相信我的能力，还是觉得我会亏待这个家？既然你觉得跟我说不清楚，那我就请专业的人来听你解释。温言，你竟然背着我叫律师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不做别的，只请林大教授确认一件事，我要你签字确认，到今日为止，你名下所有的基金、股票及任何形式的金融投资，全部属于夫妻共同财产。温言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你今天又是查账又是公证，你是在怀疑我？瞧你说的，咱们结婚20年了，既然你是用工资做的投资，那理应属于夫妻共同财产。今天的公证不过是走个工厂，省得以后麻烦。还是说你的投资有什么猫腻对我藏着掖着，不敢让我知道？当然没有，我林宇洲行得端坐得正，能有什么猫腻？既然没有，为何不敢签字？张律师，如果我老公背着我私自转移资产，甚至把钱花在了来历不明的女人身上，我怎么才能在合法的情况下彻底查清楚他的每一笔资金流向呢？温女士，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向法院申请调查令，只要拿到令状，律师可以调取他近10年所有的银行流水、消费记录以及房产交易信息，任何隐匿资产的行为在法律面前都无所遁形。温女士，既然您提到了隐匿资产的可能性，我必须跟您讲清楚。拿到调查令后，我会代表您去各大银行证券中心进行地毯式核查，不仅是他名下所有的银行账户流水，包括他在海外的基金、持有的债券，甚至是他通过第三方转移的每一笔可疑资金，只要存在过，就一定能查出痕迹。不过走这条路确实比较麻烦，费时费力。通常情况下，只有在夫妻双方感情彻底破裂，进入离婚分割财产的诉讼阶段，我们才会建议走到这一步。签了，我签了。温言，你满意了吧？我说了我没有猫腻，你非要请个外人来羞辱我，你简直不可理喻。张律师，麻烦您看一下字迹和指纹是否清晰。没问题，合法合规。既然林大教授这么配合，我也不能落后。张律师，麻烦您用手机把这份协议拍个公证视频，也算留个凭证。一套几百万的房子，以及他每月给那个女人的巨额转账相比，他手里那点基金股票的50%，确实是可以舍弃的小钱。30万，温言，你在跟我开什么玩笑？这一带可是学区房，你卖30万，你是不是被骗了？我是找专业中介评估过的，现在行情不比以前了，能有人接手就不错了。你是怎么做的评估？你知不知道这房子的价值？你是不是跟买家串通好了？林先生，您是真不看新闻啊？这一带确实是学区房，但这只是现在。区里早就发公函了，重点小学和初中部的新校区都在南诏建好了，未来3年内，这里的学校会全部搬走。等学校一搬，这儿就是个没人要的城中村。现在的30万已经是最高价了，要是等2年，20万都不一定有人买。我管他搬不搬，现在还没搬，就得按现在的价，我不卖了，滚！你带着你的买家给我滚！林教授，合同是您和温女士共同签字的，咱们丑话说在前头，合同已经生效了，您要是单方面毁约，需要赔偿对方20%的房款。20%，6万。对，6万现金，1分都不能少。玉州，算了算了，能卖30万已经不错了。隔壁张姐家你记得吧？她家那套100多平的，上礼报也才卖了38万，咱们家这不到80平，均价已经比她高了。可是张姐那是卖给……更何况我爸那天打电话说了，他听说明年学校要搬，也催咱们赶紧卖。我爸说了，只要咱们把这房卖了，腾出名额，他打算赞助咱们50万，让咱们换套离学校近的高档小区。50万呢，加上这卖房的30万，咱们能买套多大的？行，那卖了吧。
温言，你真想好了，这可是30万。按照现在的行情，你要是全仓买这只股，只要我这边开始大手笔做空，你这30万不出1个礼拜就能赔得连渣都不剩。老陈，这笔钱对我来说本来就是为了消失而存在的。我实在不明白，林宇洲要是查起来，你打算怎么交代？这可是你们卖房子的钱。交代，我会告诉他，我原本是想把这30万翻个倍，好给他那个瘫痪的妈买最好的进口药，给林泽找顶级的康复教练。你这是拿钱再给自己买个受害者的护身符啊！他不也经常说投资是有风险的吗？他能把家里的钱拿去给别的女人买房，我就能把这笔钱葬在股市里。妍妍回来了，今天房款尾款应该到账了吧？到了，30万，1分不少。那这笔钱你先存我卡里，毕竟我要联系新的楼盘，交定金的时候我这边方便操作。宇洲，我想过了，我爸赞助的那50万还得等2个月才能到位，这30万要是就这么放银行吃利息，太亏了。那你打算干什么？你平时不是总说你投资眼光好吗？我今天请教了几个搞金融的朋友，他们推了一只黑马股，我想着趁这2个月赚个几万块，到时候装修的钱不就出来了？股市风险大，你懂什么？要投也得让我来。好啊，那你看看，这是那只股的代码。我听说这只股最近有大庄家在做多，咱们现在进去正是时候。我爸那边也说了，他支持咱们适当理财。这只好像确实在涨。我今天下午已经全投进去了。宇宙，我这都是为了咱们这个家，为了能早点让你妈和小泽住进大房子。行吧，投了就投了，你盯着点，要是涨了，记得第一时间告诉我。老程学，我这边已经开始反向操作了，这只股明天就会封死跌停。林宇洲，这30万是我送给你的第1场空欢喜。